我有个朋友啊，挺有钱，他老婆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呢得在家呀炖俩燕窝，他一个，她老公一个。我问过他，我说听说燕窝这个东西很贵呀，说没事，我这不经常出差去香港、澳门吗？从那边往回带，比在北京这买呀得便宜一半。可是他这个好事啊，最近恐怕要到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家农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出台了一个规定，禁止燕窝随便这么带到大陆地区，只能是通过正式的方式进口。那么说这燕窝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去年呢，我们有一些相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了，这燕窝里头造假太厉害，它不是那种真正的燕窝，尤其是流传什么血燕，什么说这燕窝都是红颜色的，如何如何。一问这怎么造出来的呢？搁那鸟粪呢往上盖，然后再烘烤，说白了搁鸟粪培出来的。觉得大便的东西粪便是吧？来这个方式的。高温情况下事情的。它怎么来的高温呢？要烘啊，要火烘啊。你说这有俩钱的朋友吃点燕窝，以为挺滋补的，没想到吃的是鸟粪，你多恶心吗？2011年8月，浙江省工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号称顶级补品的血燕窝中，亚硝酸盐含量居然超标350倍，不合格率高达100%。随后，有自称业内人士立即做出回应：什么燕窝都要经过浸泡数小时以上，而后呢反复清洗，这样呢亚硝酸盐就消失了。对此，浙江省工商局给予了严词驳斥。事实上，我们也做过试验。中国是燕窝消费大国，仅2010年一年就从马来西亚进口燕窝8.689吨，达到了马来西亚当年出口燕窝总量的95%。随后在佛山、宝鸡、咸阳等地区也相继发现问题燕窝，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针对燕窝质量的检查行动。2012年初，国家农业部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规定包括燕窝在内的部分动物性产品严禁携带与邮寄入境。可以说是好多人看完了之后啊，觉得挺恶心，没想到燕窝这么高档滋补品，花了这么大价钱，给我们带来的竟是这些东西。燕窝是什么？金丝燕，从北往南，候鸟嘛，就飞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它用自个儿这唾液呢，在悬崖峭壁啊、山洞里头啊，给筑个巢，然后在这儿呢繁衍生息。这个筑这巢就是燕窝。那么白的这叫官燕，漂漂亮亮的。有的呢往里掺了一些羽毛啊、草棍什么的，就咱们一般燕子筑巢不有那样混到一块了，这叫毛燕。还有一种最贵的叫血燕，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燕子呀，金丝燕吐血，筑成这巢，所以是红的血燕，说这个最贵。那血燕就是它唾液没有了，吐血，形成的叫血燕，知道吧？你琢磨琢磨，吐血，这个血要干了什么颜色？有人说血是红的，错，血要干了是黑褐色。那个燕窝就是黑的，它不可能是红的。再者说，要这燕子吐血，说明什么？这燕子不健康啊，得肺结核了，吐血了吗？你琢磨琢磨，这肺结核的吐出那东西，你吃了，你能好吗？完全违背常识，也不怎么这些不法奸商一忽悠，咱们不少有钱人跟着上当。其实真正的血燕是什么呢？是悬崖峭壁上山洞那块渗出的一些矿物质，它发那种红色，所以才有血燕，非常少非常少。可是你在中国大陆一买，好像到处都是血燕，你花个价钱就能买来，但是价挺高。那么我说到这儿呢，咱们有不少朋友说啊，老梁，这315之后你这又要说食品安全。不是，咱这期不是说食品安全，我说的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不是已经禁止这些随便往进携带了吗？那么好，一方面呢，产地那进口咱抓住，再一个国内造假这抓住，就能够把这个燕窝市场造假这事儿给遏制住。可是问题是，你就遏制住了，你吃的燕窝都是100%的真的。我也告诉你，这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咱们这期题目叫补品糊给冤大头。为什么呢？你听我在这儿给大伙儿分析分析这燕窝。你过去你看咱听评书经常说某某人
要吃饭，一桌席上来了。一瞧2楼这是大排宴宴哦，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呐，是吧？人你看猴头燕窝、鲨鱼翅，很有名的好吃的。首先一个燕窝不好吃，我尝过，没什么味道。说为什么你觉得它是山珍呢？你看咱们说冰糖炖燕窝，为啥要搁冰糖？就是为了把这燕窝弄得甜丝丝好吃。它就像咱们有人做鱼，鱼不有鱼腥味吗？我搁点醋拿它，和这道理是一样的。北京人爱喝花茶，为什么爱喝花茶？原来北京的水特别苦，特别难喝，花茶它有香气，能遮着这味儿。所以燕窝本身不是什么美味，这是肯定的。那有人说燕窝它有药用价值啊，我听说了，能补脑，能安胎，有丰富的营养，蛋白质，又氨基酸什么的啊。而且说这燕窝这个对这个女人好处更大，养颜生肌、美容。说这4样，我明确告诉你，每样都有虚假宣传成分。燕窝里有营养，我说这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啊，不是咱在这胡说八道。燕窝里呢，50%以上是蛋白质。我们说蛋白质、氨基酸，这都人身体必须的。可是它这蛋白质呢，不是最优质的蛋白质。单纯看营养价值的话，首先来看蛋白质，单纯从这儿看似乎没它高，对呀，但是我如果考虑到蛋白质的质量的话，我一点都不虚。因为蛋白质要考虑2个事情，一个是你吃进去的量的多少，第二个你蛋白质是不是合理，是不是高质量。燕窝与鸡蛋从蛋白质的吸收上来比较，鸡蛋的蛋白质要比燕窝的蛋白质更利于人体的吸收，所以燕窝的营养完全能够用鸡蛋来代替。所以你从营养价值来讲，燕窝是一般又一般，就根本没到你想象当中那么好的程度。说那我听说燕窝能这个安胎保胎呀，孕妇有不少吃的。目前科学家的探讨发现，有的人吃了他容易吃出病来。你比方有的燕窝下去，它里头有重金属，重金属一旦超标，你孕妇吃了不仅不能安胎，反而造成胎儿畸形。所以你要通过这方面科学的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燕窝根本就不是咱们传说当中那种大补啊、高档滋补品呐、特有营养啊，又能美容又能什么的。所以买燕窝这事儿，在我看，不是说这个东西没好处，而是它的功能被无限的夸大了。要是你说那不对，怎么不夸大别的呢？怎么不夸大鸡蛋牛奶呢？它夸大燕窝干嘛呢？因为燕窝稀少，物以稀为贵。过去这燕窝呢，在悬崖峭壁里头、山洞里头，那个去采燕窝的人得冒老大风险了。你想，他费这么大的风险，这个东西能不贵吗？这就是物以稀为贵。由于燕窝原先少，造成这种情况，过去成贡品了。可是现在少不少呢？不少了。甭说造假这个，就原产地马来西亚那儿，过去不是在山洞里采吗？现在在房檐底下搭好那窝，主动的让这个金丝燕往进钻，然后让它在这快速的垒那么一个燕窝，把这拿下来，逼着它再接着垒，这么整，都简直像养殖生产一样了，不是什么稀缺东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去呢？你看这个咱这边一说燕窝出事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不少人着急。他们90%以上燕窝出口给中国，所以你这市场有点问题，他着死急了。这不咱们现在整顿这市场，这打击这个假燕窝，又不让随便的往进带，燕窝这个市场啊，今年了有点一蹶不振了，不少人不买了。可是高档滋补品这市场是摁倒葫芦起来瓢，它永远都有往上走的。现在燕窝被打下去了，高档滋补品里又冒出一样来，现在它成了一统天下了。什么呢？冬虫夏草。这个冬虫夏草啊，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解释解释，好多人都不明白。冬虫夏草，简称虫草，是冬季真菌寄生于虫草和幼虫体内，到了夏季发育而成。夏季，虫子卵产于地面，经过1个月左右孵化变成幼虫，钻入潮湿松软的土层。土里面的一种霉菌侵入了幼虫，在幼虫体内生长。经过一个冬天，到第2年春天来临，霉菌菌丝开始生长。到夏天时长出地面，外观像一根小草。这样，幼虫的躯壳与霉菌菌丝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冬虫夏草。所以这叫冬虫夏草，说白了是这哥俩在一块搭伙，
他寄生到他身上。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异形》，那个异形不是外星生物吗？歘着把这手伸到人肚子里去了，就把这种种到这儿来，它跟人身体共用。那个异形其实就相当于冬虫夏草，这夏草。所以虫草这由于动植物合一块了，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好啊。而且一查《本草纲目》，虫草真是一味历史悠久的中药材，能壮阳，能固肾，啊，据说还能抗癌。有没有这些作用呢？一调查有，可是作用有那么大吗？没那么大。别的中草药一样可以代替它。我们冬天熬给一些慢性病了熬一点中药的膏方，那这样的效果可能远远要超过虫草。就是说不要把一个虫草当做一个神话的东西，就是能解决问题，它只是对你身体有一个慢性调理作用，可能起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高档滋补，它是极为有限的虫草。而且现在虫草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假的太多。虫草总共世界范围内这种有507种，只有一种我们能管它叫冬虫夏草，就是我们说有营养的，那些有的甚至都有毒。可是现在咱们的市场呢，虫草乱七八糟，其他那500多种也来冒充这个来了，有时候你还分不出来。再有的呢，他明明这个不够分量，说1斤的虫草那才值钱，7、8两不够怎么整呢？哎呀，这些个败类想的招，往里打铅粉，哎，还有的往里打一些金属物质。这是多少？多重？把铁都变成钱了。断开虫草里头，搁那个铅丝接上，就等于压粪了。你说那一个铅丝得值多少钱？1斤7、8万。那虫草这么短一股铅丝，它也卖那价，得多吓人吧？买一下把身体去好，就跟吃羊肉块吃饭左右。甚至有的朋友什么，就真看不出来这虫草真假，里边是不是打上金属了，搁上铅丝了？怎么办呢？拿它到机场过安检去。一旦被注射金属粉的虫草经过 X 光机时 ，X 光机便会发出信号提示，这样就能判断虫草中是否含有金属粉。这哪是铁丝瓣儿？这不就是草吗？我就奇怪，咱们现在不少老百姓啊，尤其有钱人，不信科学家的，信商家的，专门爱听人忽悠。我就琢磨，他不信科学家，信忽悠呢？一个重要道理就在于，这个东西贵。你记不记得李成儒有段台词吗？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他为什么要买这贵的呢？身份呢？老百姓消费不起呀、我有钱，我能消费起。你看我吃燕窝，我冬虫夏草，我比你地位高。像燕窝和冬虫夏草这样的高档滋补品呢，其实在社会范围啊，它流通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在这个网上就看到有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的朋友啊，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很有意思。你看啊，第一位朋友说呀，我就想不明白了，冬虫夏草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死虫子身上长那么一缕菌丝儿，它的药用价值跟普通的蘑菇也差不了太多呀，是谁让它卖的那么贵呢？这背后一定有推手啊。第二个朋友说的好，说这个燕窝啊，没钱享受燕窝的人倒不上这当，凡是有钱买燕窝当冤大头的这人，你看都是那些富裕出钱来的人才买。所以咱们去捧这个也没有什么科学性，而且有的高档滋补品，你不买了之后，在这个道德上心里都有点站不住。
到了鱼翅的鲨鱼，咚，再给扔到海里。你这个来路，你琢磨琢磨，这多残忍吧？活生生这鲨鱼就这么死了。所以世界范围之内的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协会绝对都反对这个。那有的说那讲不了，我人爱吃这个，到大酒楼无翅不成席嘛，就是给你上鱼翅。那么说鱼翅好不好吃，有没有营养呢？咱们先从营养上说，鱼翅其实里头就是那些像金质的蛋白，说白了就有点像金头巴脑那种东西，口感是好，你吃到嘴里滑滑溜溜的，但是它的味儿靠什么呢？靠配料来调，它本身没有多少味道。所以从美味的角度，你吃鱼翅汤干什么？是啥？是吃调料的，不是吃鱼翅本身。它本身来说，对人身体，就我们从科学分析来讲，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营养。它的蛋白质也是跟我前面说的燕窝类似，很难被人身体直接那么吸收。它的蛋白质也不是最优质蛋白，跟牛奶呀，跟我刚才说鸡蛋这些东西比，甚至还比不了这些。尤其有些造假的，你去吃了可能还有危害。咱们有的朋友不认识的，上碗鱼翅吧，一看，哎呦，这粉丝不错啊，确实有搁粉丝冒充鱼翅的，这不是开玩笑，有就搁这冒充的。所以这个里头同样乱七八糟。由于它稀缺，所以不是这个玩意儿真好，而是它缺，它少。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你说吃东西你为了什么？为了营养。它的营养没达到那程度，就因为稀缺你就捧它，你就花大价钱，你说你是不是个冤大头？为什么这些不少人愿意当着冤大头买我刚才说这些东西，花很高价钱呢？就是对补这个字儿，他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补是什么？我们什么叫补？我这裤子这缺个口，擦划口，怎么把它补上？我这块少块东西，啪贴个补丁补上，这叫补。就是你缺了才能谈到补。你要不缺，我这衣服本来好好的，非摁个补丁，那搁现在这小年轻有时髦的，那是玩范儿，那不是我真需要它。所以补是什么呢？你需要了才能补。这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你补什么呀？而且补这东西你要补大劲儿的，咱不有人说人参拿过来跟胡萝卜那么吃，咔嚓两口，不一会儿鼻血下来了，补大劲儿的。他补这个东西不是说谁都适合补的，而咱们还有的人说那补没事，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我不吃药，我吃东西，不说吃什么补什么吗？啊，说我吃这个鱼眼睛，我这眼睛就亮它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要真吃什么补什么，有些你还没法找。你说你得阑尾炎了，说给我来个爆炒阑尾，没这菜；说我前列腺有病，说来干炸前列腺，哪儿找去？没这玩意儿。应该倒过来，补什么吃什么。就是你身体要虚的话，需要补，那好，给你断定哪些是可以补你这些功能的食品。应该是先找要补什么，再找要吃什么，而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再另外一个，这个补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可能是急于求成的事儿。说我这身体不好，我吃点就好了，哪那么容易啊？咱们人生在世啊，老天爷有个道理，大伙儿记住了，就你要想干这事儿，你要舒坦，往往对你就不见得有好处。对你的健康真有好处，它就不舒坦。我们以前说过吗？垃圾食品全好吃，健康食品都难吃。水煮大白菜真难吃啊，可是对健康有好处啊。麦当劳、肯德基油炸的垃圾食品吃着香啊！你要获得健康，这东西吃完了之后，病从口入，你别吃了，可真好吃，我就得忍着。我获得健康了，我也难受了。说锻炼吧，谁都遭罪，可是遭完罪你获得健康了。所以天底下没有那好事，让你既舒坦了，满足了口腹之欲了，还获得健康了。这燕窝哗甩腮帮子吃，舒坦，吃完了你还有健康，没那好事。所以这就是咱们往唯心了说，老天爷给我们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天底下没有那好事，而且有些朋友很有钱了，生活条件不错了，以为买点补品自个儿就如何如何了，那更是一种很愚蠢的举动。商家一面挣你钱，一边心里拿你当冤大头。你说咱们一些有钱的哥们儿是不是得琢磨琢磨这些事儿啊？世界上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那是母亲的怀抱。因为无论有多大的风雨，母爱都会无私的照顾她的每一个儿女。
那么我们每个儿女长大成人以后，该怎么样回报我们的父亲母亲呢？有那么一句话，任何人恐怕都拿不出对儿女的心来反哺自己的父母。正是由于这样一条普遍规律的存在，下面这张图片一定会打动电视机前的你和我。这个母亲呢，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安详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而他的儿子呢，就仿佛年轻时候的母亲一样，对待自己的老母亲如此的呵护有加。在这样的画面里边呢，令我们最感动的就是鸦有反哺之效，羊之跪乳之恩。儿女长大了之后，像父母当年对他那样来反哺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位叫丁祖吉的朋友呢，也因为这张照片一下子红遍了网络。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他红遍网络的来龙去脉。2012年3月2日，在台湾台南，一位身材瘦弱的中年男子像抱孩子一般将年迈瘦小的老母亲抱在怀中，走进台南奇美医院就医。在场群众无不动容。正在等待取药的昆山科大女研究生周雨彤无意中拍下了这温馨的一幕，图片传至网络，转载数万。这个丁祖吉呢，总共兄弟姐妹4个，他是大哥。他母亲呢，自从他这个老伴去世之后呢，就跟丁祖吉生活在一块儿，等于丁祖吉事实上成了自己母亲的妈妈，起早贪黑的照顾自己母亲。而且因为这个呢，他提前3年退休。当初他有机会晋升，由台南呢来到台北工作，可是那样的话呢，离自己母亲就远了，他放弃了升官的机会，甘心降职做个普通的职员。所以可以说，他为了老母亲呢，放弃了升官和发财。在他看来，觉得呢，照顾自己的妈妈这样无微不至的去伺候，这是人之常情啊。自己作为儿子，尤其是长子，在家里自己是老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自己应该做到的。及时把握跟母亲相处的每一天，能够尽心尽力的做好我该做的工作，让他在余生能够更幸福。你看丁祖吉本人，他在孝道这方面要求自己的标准，我相信令我们电视机前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汗颜。我们扪心自问想一下，包括自己在内，我们有没有像丁祖吉这样做到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尽孝呢？那么这样的事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往往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好的极端例子很容易在我们的网络上啊，在现实当中的一些平面媒体上啊，多次出现这样的例子。而这些例子有一些呢特别极端。我就举个例子吧，在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68岁了，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什么原因呢？她犯下这个罪过啊，真是难以饶恕。她泼硫酸把人毁容了，把谁给毁容了呢？自个儿的儿媳妇。你就琢磨琢磨，老婆婆对儿媳妇泼硫酸毁容，这得多大的仇啊！一个老太太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儿媳妇泼硫酸毁容？咱从头说啊，这个老太太呢有2套房子，一套房子她和老伴住，另一套房子呢给儿子儿媳妇孙女一起住。自个儿老伴死了以后呢，老太太自个儿呢一个人过，也乐得清静，挺好。可是有这么一天呢，儿子登门找他说：“妈呀，你看我这刚下岗，你儿媳妇没工作，这我们寻思把那套房子呀租出去，挣点钱，然后我们跟您搬到一块儿，你自己住2室1厅也浪费。”老太太说：“那不行，你跟我一块儿，咱们2辈人在一块儿，还有第3代，非有矛盾不可。”结果他儿子没听他的，有一天趁当妈的不注意，他把钥匙啊又配了一把，强行把自己东西搬到老太太家来了，把那个房子租出去了。你说这儿子儿媳妇进门，老太太也琢磨了，他已经进来了，家还挺困难的，这当妈的哪能把儿子就直接撵出去呢？哎呀，凑着过吧。时间一长了，他这儿媳妇跟老婆婆之间呢就有势成水火了。而且他这儿媳妇呢就动了这个念头了，说最好把这老太太呀她早点死才好呢，这房子就是我们的了。这个儿媳妇可以说心怀歹意，老太太中午要睡觉，她就中午把朋友领家里唱卡拉 OK，
拖客厅的地时候，把肥皂沫打上边，不告诉老太太，老太太出来摔个跟头。而且这儿媳妇呢，教育自个儿的女儿，别跟你奶奶说话啊，你要说话回头我就揍你。在家里孤立老太太。你想老年人跟孩子在一块儿，本来是享天伦之乐，这一来呢，反而闹这么大对立。最可气的这儿子，有什么事呢？这老太太没法跟儿媳妇直接犟啊，就跟儿子直接说你媳妇今天怎么地了。他这儿子不仅不替自己母亲着想，反而把母亲训斥一通。你这么大岁数挑剔什么？你都成人累赘了，你老实得了。结果时间一长，两辈人之间，老婆跟儿媳妇矛盾是越来越大，甚至闹到呢，这儿媳妇当面辱骂这老太太，你怎么不死啊？如何的。老太太最后在家里实在觉得这日子过得没出路了，有一天恶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弄点硫酸，趁儿媳妇不注意，哗就泼过去了，酿成人间惨剧。说这个事儿，当年99年，老太太被判了死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刑法规定啊，这属于恶意伤害罪。恶意伤害用非常恶劣的手段致死致残的，可以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当时最关键有一点，如果证人能站出来证明这个老太太呢是由于受到了虐待造成这个情况，那么这老太太呢就可以归入到有情可原，就不至于判死刑。最可气的这儿子，法庭上审判的时候让他做证言，你说说吧，你妈和你媳妇怎么回事？他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一言不发，活生生把母亲倒于死地。如果他肯实事求是作证的话，事情不至于这样。所以最后这个事儿判完了，几乎社会上一面倒的骂他这儿子不是东西。这位老人坐在窗子上，一只脚已经悬在了窗外，情绪十分激动。他的老伴跪在地上祈求老人不要跳。突然，老人做出了一个意外的举动，他翻过阳台，示意楼下的群众让开。这时，消防队员纷纷赶到，立即展开了救援措施。可惜还是迟了一步，老人最终还是跳了下来，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据悉，儿子变卖了老人房产，二老无依无靠。所以你看这个事儿，这里边反映的社会问题，却是我们社会里非常常见的。眼下呢，你看中国这个社会发展的非常快，独生子女时代已经彻底来到，那么马上就涉及到这个社会上老龄化之后怎么样照顾老人的问题。现在这个社会呢，应该说相对浮躁，有时候难免功利，在照顾老人这方面，我感觉从道德水准上比过去下降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谓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核心价值体系呢，其中就有强调传统文化当中的孝道，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与时俱进的来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就说我们怎样做儿女，怎么样看待孝道这个问题。中国叫反哺式的尽孝方式，就说这个爹妈养儿子，他有一个鲜明的目的，叫养儿防老。哎，我养这儿子把他养大了，等到我老了，他再伺候我，再赡养我，这等于一报还一报。哎，这属于反哺式的。那么反哺式的有一个弊端呢，现在中国执行的时候，爹妈无限的对儿女好，这儿女都长大成人了，哎呀，包了工作，再结婚，再什么的，还房贷，爹妈都操心，等于一辈子大多数精力都陪到儿女身上。所以这个我们常有一句话叫10分能耐使7分，剩下3分给儿孙，就自己得有相当多的精力搁到儿孙身上。这其实影响了什么呢？影响了自己这辈儿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使自己这辈儿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大打折扣。那么西方社会在这点不一样，西方社会有什么叫接力式的社会传承，就说这个父母把儿女呢养到18岁之后，你就别靠我了，你该干嘛干嘛。说你念书，那念书你这个可以勤工俭学嘛，对吧？自己养活自己。当然并不反对到年老的时候，儿女来看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在物质上没有绝对的道德责任，等于社会福利这块承担了赡养老年人的很大一部分义务，儿女可能更多是在精神上来满足老年人的这种心理需求。而这个养活儿女到18岁，18岁以后，子女各司其力，父母可以不必为子女几乎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耽误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作为子女来讲，他在赡养父母这儿也没有那么大的物质上的责任，道德上的责任，他由社会去承担。
在中国呢，眼下把西方这种合理的接续模式拿过来，应该说还不是太适合的，所以还得很多时候靠儿女来养活。可是，一方面不适合，另外一方面，社会发展到这儿了呢，已经产生了类似西方社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需求，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在尽孝这方面出现了非常多的无奈和纠结。你就咱们先拿城市里的孩子说，首先一个呢，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呢小两口，421家庭呢，小两口上面是岳父岳母、公公婆婆，4位老人。那么小两口要养活4位老人，有的家庭条件不允许，等到这个父母已经老了，需要人赡养的时候，小两口正爬着坡呢，这生活还不是很如意呢。所以这时候出现第一种情况，我们叫无力养老，就没有那个能力养这4个老人，这是很突出的第一个社会问题。第二个呢，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这孩子呢往远了走是有出息的，一般把孩子出国，爹妈乐。可是这时候父母就面临一个矛盾，把孩子送出国了，或者离自己身边远了，到北上广去了，不能在身边尽孝，这父母心里头不是很情愿。可是要在自己身边吧，又怕孩子找不着工作呀，生活不如意，没出息，又担心，因为独生子女期望值高嘛。所以有好多子女呢，离父母很远，甚至漂洋过海，无法尽孝。前面我说无力尽孝，这是第二个，无法尽孝，离得太远，够不着，能经常打个电话就不错了。有的赶过年的时候想回来，票还不好买，还不好弄，这叫无法尽孝。爸，我跟您说了多少回了，让你不要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你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别人会说闲话，闲话要传到老板耳朵里，老板就要找机会给你小鞋穿，你不明白啊？那行，你闲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啊，没事了。爸，还有第三个，现在这个两辈人之间呢，想法各方面行为方式差距太大，一大这两辈人之间有摩擦，包括子女的婚姻问题有摩擦，就业选择问题有摩擦，生活习惯还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一种矛盾。我刚才说有无力尽孝、无法尽孝，第三种无心尽孝。城市里边我们看呢，好像孝顺这方面呢，社会矛盾还不是那么突出。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农村。你到农村看看，儿女住着亮亮堂堂的大瓦房，父母到哪儿去了呢？小房子、矮房子、破房子、旧房子、老房子，有的都是危房，父母在住。就是他能干活的时候，给儿女扛活还行，带孙子辈还行，一旦用不着了，有的时候父母成了累赘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中国这农村受到城市化的冲击，一看到谁致富了、有钱了，很多农民那个羡慕，一些中青年农民了，看人家有钱，咬牙发狠呢，我也得挣钱呢。有时候抱怨自个儿父母没给自个儿打一好底儿，还有的觉得呢，自个儿父母是累赘了，耽误自个儿挣钱了呢。所以往往呢，把自个儿父母呢当成累赘给扔在一边。所以我说，在这个时候，咱们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现代社会所谓孝这个字的回归。在物质上呢，我们这个国家呢，随着民生投入的一点点加大，各种敬老支付的不断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区养老这些方式呢，能解决老年人的物质负担。但是在精神上这个问题，更多老年人需要自己的儿女尽孝。如果自己的儿女也不来看你，也不给你打个电话，不来问候问候你，这爹妈心情是好不了的。而且这个人一到老年呢，他的生理机能包括心理各方面都弱化，他往往呢有更多的心思都搁到儿女身上。这个时候儿女要经常的跟父母沟通。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在这点上咱们每个人都应该检讨自个儿。你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前2天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我妈呢从外地给我打了电话，说你这个在哪儿呢？我说在医院检查呢。当时我妈那边都能感觉到吓够呛，这孩子怎么了？身体哪儿不好了？我说没事，就例行公事，查一查血糖、血脂这些。我把电话撂下来，我妈回过头给我媳妇打电话，为啥呢？她怕我不说实话。我媳妇说她没事就检查，这我妈这颗心才放下。其实我们发现，平常你要是在外地跟自己母亲通话，往往先挂电话的是你，为啥呢？你嫌自己母亲唠叨，
哎呀，那衣服你得穿呐，这两天天冷了，那什么身体检查你注意呀，别这个工作。你闲得磨叽，行了，你会先把电话撂。有那么句话，叫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家无孝子。就不一定你在经济上要如何，更主要一点呢，对父母要有那个心。其实有一点我提醒大家，从这方面做起，能不能多听自己父母一句唠叨，等他唠叨完了，你再把电话放下，或者在面对面的时候呢，耐心的听他唠叨几句，不要嫌自己父母啊对自己什么事都磨磨叨叨。其实有的时候尽孝啊，往往就在这些细节上。很多父母呢，并不求子女养活，他物质条件可以，甚至呢还要给自己孩子更多的东西。那在这点情况下，孩子有什么理由不对自己的父母多尽这份心呢？那么像农村那种现象，我就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呢，应该有必要像过去农村呢那种高度组织化的形态之下呢，对这些不孝的儿女进行干预。因为我们现在呢有这个赡养父母相关法律，儿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村委会一级也要起到这种调解的作用。对于那种不孝顺父母的儿女，要在各个方面得采取一点惩罚措施。你像现在在这个东北有一个现象特别可气，小两口结婚要彩礼要什么呢？有个8斤8两8，什么呢？说这个100块钱呢，得拿出8斤8两8给那一方。后来一调查，8斤8两8是多少呢？14万。一般农村家里能拿出这些钱吗？有的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娶上媳妇儿，家里老人倾其所有卖房子卖地。这个钱给谁呢？不是给女方家长，像过去要彩礼女方家长合适了，不是，就是给儿媳妇搁他手里。其实这是什么呀？这是变相通过这种恶劣的习俗完成财富代际转移，把老的榨干全给小的。所以我说像这样的恶俗，我就觉得应该大力干预，让这个孝道这方面在社会道德层面得到净化。而且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那个不受儿女待见的父母，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为啥？我说事你就明白。老人家把儿子养大，儿子娶媳妇又有了孙子，不孝顺老人。家里人吃饭，给老人搁木头啊，箍了一个木头盆，拿着木头盆里头呢倒上剩菜，你吃吧。这老人受这种虐待，隔不几年死了，火化烧他的东西。这儿子把这木盆拿起来，就把这火盆也准备烧了。他孙子说：“爸爸，别烧，别烧。”说留着干嘛？等你老了，我好给你用啊。你看，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不光天在看，你的儿女也在看。你如果不孝顺自己爹妈，你想你将来会什么样？你的儿女会什么样？你这整天打爹骂妈的，你希望你的儿女孝顺你，那可能吗？现在这孩子又精又怪呀，啥都明白呀。你可千万别把你自己身上这些恶劣行为让你孩子去复制去。你要想到，我们说一等人终身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个好文风往下传是要靠自己以身作则的。所以最后呢，咱们用最通俗的民间的一些劝人方，让大家好好想想刚才我说这些的道理，那叫老来难，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花开花落催人老，如今轮到你眼前。